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12号晚间20点3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道指周六周日不开盘啊，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它的盘前合约啊。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但是目前这个上涨呢，我们看到上方紧贴着20均线和30均线这两条均线压制下呢，我认为盘前合约均线有压制那么道指本身它的上方也同样有压制这种压力下呢，我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反弹它的这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很快会结束为什么说很快会结束呢？因为我们看整轮行情它一直存在着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首先它是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然后周线级别反弹，周线级别反弹结束之后它顶到了60日均线这个位置，打到这里发生回落，回落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这里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出现了悟空阴线，目前呢悟空阴线被反弹杀死了，证明现在反弹是有效的，有效反弹。但是我们记住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理论日线下跌西游之后容易发生4小时级别的反弹，目前它在4小时级别反弹它已经接近尾声了，接近尾声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它很快会出现什么行情呢？很快会出现围绕这个下跌区间的一个震荡行情在震荡行情当中，我们认为震荡行情当中会给比特币的多头一定的机会。那么对于比特币来说呢，走出了类似于美股的形态。首先大的时间周期，我们之前说了周线级别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然后呢发生了一轮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我们认为这里不完整的日线级别反弹结束之后发生回落到达底边线，也就是波谷的这个位置上接近19000最低点是18500美金到达这个位置上随即发生反弹。目前呢我们看到标志性阳线在9月9日的这个标志性阳线生发出来之后，行情一直是以多头为主整个中秋节这个行情一直是以多头为主。那么目前脱离了悟空阳线今天的这根阳线呢，我认为是8阶阳线已经生发出来了。那在日线级别上就有一轮什么呢？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出现我认为行情会打到23500到24000美金这个区间上，最终呢完成它的本轮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那日线级别反弹西游完成之后，到达24000这个位置之后呢，还会回落下来回落的时间点呢，我认为会和美股相互同步。那么美股呢，今天晚上我们很快会看到因为它这个盘前合约已经展示出来了盘前合约目前是十字星的状态。那么今天晚上美股有什么预期呢？就有这个冲高回落的预期，冲高回落之后在这个位置上来回震荡多空不明，出现震荡它是一个时间周期切换、方向切换的理论在这里日线级别下跌之后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1小时级别下杀，肯定会在这个阶段出现。所以呢，比特币在出现8阶阳线之后同步美股，如果出现同步美股，它会有一定的回落，但这种回落呢，我们认为只要不跌破悟空阳线的开盘价悟空阳线开盘价在哪儿呢？在19323这个位置上在19323这个位置上，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行情悟空阳线还存活的情况下，就有日线级别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如果作为多头，如果想做这轮比特币的反弹的话，不是在当前位置上直接搞进去多单，而是等待行情回踩之后再做多头。回踩的目标位呢，我认为是20500附近
2万到20500附近，最终呢它会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这个行情当中很多的震荡很少有这个直接连续阳线然后涨上去的，特别是在这个熊市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以17605低点为例你看10%的反弹出现之后8.35%的反弹出现之后标志着悟空阳线已经走出来了。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上行下杀走出了一个上涨和下跌对称性的结构，然后反复震荡确认底部，3次确认底部之后反弹上来。那么当前行情同样的是在9月9日这一天出现了 10.61% 的悟空阳线虽然它在上冲，但是行情还有机会回杀下来，杀下来之后反复确认底部，反复确认波谷的形态之后再次上行。那么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到这种表现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它在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做了很多围绕这里的震荡，围绕高点的震荡，然后今天刚刚突破，还有机会回打下来。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这个4小时级别的133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这个均线系统还在下跌过程当中， K 线对均线系统发生了乖离就不正常那我们就耐心等待它回打下来之后再做它的多头那么空头等待什么位置呢？空头等待这样的位置空头我们打到日线级别上打到日线级别上5月份我们看到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就在24000美金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那么如果比特币出现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顶到压力位附近也就是23500到24000美金附近，才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那目前行情正处在反弹趋势当中，反弹趋势不要去追多不要去追多，我认为回踩下来之后是更安全的点位。在行情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趋势是什么趋势呢？是多头反弹的趋势。位置呢，我们要找到合理的位置去布局，耐心等待它出现这个合理的位置再布局最后呢，控制仓位控制杠杆的倍数行情当中很简单，只有这几点趋势反弹趋势，位置找到合理位置，仓位控制自己的仓位，倍数你控制自己的倍数设置，同时呢更重要的一点呢是设置止损控制自己是单独的一块。对于行情来说，你参与行情只有3点趋势位置还有你的仓位那么在以太坊这里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正如我所说的，在9月9日出现标志性阴线之后发生了干扰性的2根 K 线，分别是9月10日的阳线和9月11日的阴线。这2根干扰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以太坊对比特币交易对的一个判断。那么当前8阶阴线已经走了出来这个阴线组呢是日线级别的走出了悟空阴线组和8阶阴线。下面的行情当中，我对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也就是以太坊价格上的一个变速箱它会有一个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预期这是日线级别的。那么目前来看以太坊对比特币是弱势的。我们看一下以太坊，我们看比特币连续几个交易日正在上涨，但是以太坊出现了连续2根阴线证明以太坊的弱势正在开始但是呢，我们认为如果比特币涨完了之后以太坊还会有所表现为什么说它的多头还在呢因为目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它突破了5月份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延长线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大概是在1650附近，同时呢1650也是周线级别波峰连线形成了弧形的压力位
这个位置呢，在震荡过程当中，在日线级别震荡过程当中已经完成了突破，所以呢，目前主要的支撑呢位于1650附近。同时呢，周线级别切换我们切换一下时间级别周线级别在这里多头的反弹吞没了下跌过程当中的这里面有悟空阴线八间阴线已经突破了悟空阴线。目前呢，行情正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趋势上是反弹的，虽然走弱势但是是因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它走弱了，所以引发了以太坊的继续走弱。但是以太坊上方还有一定的空间，这个位置呢，我认为是在1900到2000美金附近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上因为1900到2000美金这里存在一个双重压力第一重压力呢就是4877，以太坊的高点出现之后波谷连线连接在这里面的白色线在1950，那么还有一根线呢就是169日均线，就是这个绿色的线。它们两个位置是相互重合的分别都是在这个1950上，对以太坊的价格形成压力同时呢，我们看到以太坊目前正在走什么呢？走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这里呢是悟空阳线，然后走了一堆的干扰 K 线之后走八戒阳线，那当前时间点正在走沙僧阳线组。那么日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这里面非常多的干扰但是最终呢，它的日线级别反弹，我认为会顶到1950附近顶到这里之后是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目前来看是比特币表演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呢，以太坊资金关照的不多受资金关照的不多，但是呢，行情如果回踩到1650附近你可以布局它的一个多单，那耐心等待它走到1950之后开始布局空单为什么还要布局空单呢？因为整轮行情我们认为以太坊最终的目标价会是在260美金因为18年的行情当中，还有15年的行情当中前两轮熊市以太坊的最大跌幅都是 95%。 如果这轮行情22年的行情当中，22年的熊市当中，以太坊从4877高点下跌 95% 它的剩余价值只剩 5% 的话那么它的最终价格是260美金。这个位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极端但是你在500美金以下抄底以太坊都是安全的所以呢，目前1744美金的以太坊是很贵的我们认为它更大的空间呢，目前在熊市更大的空间呢是在空头方向目前是短暂的反弹，等待它反弹完成之后布局空单是有更大利润空间的当然了，短暂反弹有人喜欢做多嘛，因为做多很可能赚的会更多一些因为我们看到这轮下跌，你看这轮下跌是 29%， 但是目前的反弹虽然没到这个高点它的反弹已经达到了 24%。 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抄底做多它的利润空间是大的所以呢，很多人喜欢做多但是多单只是短暂的，多头方向只是短暂的，行情最终呢还会回打下来。特别是我们观察到了，我们已经看到了上方存在压力位的情况下这两个压力位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定要记住一定要看到这个压力位附近就是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和比特币类似的是，我们依然要了解并且清楚以太坊什么样的趋势长线短线什么样的趋势当中，我们应该找到什么样的位置去合理布局，多单的位置和空单的位置我都给了出来然后呢，就最终呢，你要把握行情上的节奏多空变换的一个节奏它这里面各时间级别切换之后的一个节奏要把握住把握住之后呢，在这个行情里面赚一点钱或者赚趋势上的钱是非常容易的。对于当前Luna 这个结构
我们看一下啊，它现在是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了它出现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小时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做对称性的小时线级别下跌啊。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啊，它形成了一个收敛结构啊，收敛结构啊，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跌落。跌落之后，那目前呢，我们看小时线啊，这里面的支撑呢，大概是在$4附近啊，在$4附近。所以呢，我认为啊，它已经完成了小时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啊，它做了一个对称时间级别的一个上涨和下跌。所以呢，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它的热点还在啊，还在那个，特别是这种币种啊，是由资金推动涨上来的啊，但是它的热点还在的情况下啊，时间级别对称性涨跌完成之后啊，我认为如果它能够啊跌到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个均线144和169均线这个位置附近的话啊，是可以布局的啊。它的这种结构呢，很容易出现这种一种现象呢，就是啊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它容易反涨上来。啊，它容易绕行一圈之后啊，反涨上来啊，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根据我的 K 线吸油战法里面啊这本书第2部分啊有这个4项战法，可以辨别当前行情所处的位置，然后在现货这个方面啊找到它合理布局的一个点位。那么我认为啊，行情接着往下走的话啊，它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区域上啊，看图啊。这个区域上还容易反弹上来，那如果想抄底的话，等待这个均线啊，等待这个均线跟上来之后再进行抄底啊，非常容易在这个位置上吃到一波超级大的反弹行情。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